转世投胎的第一天，我发现孟婆的汤里兑了水。我不仅有前世的记忆，还看到一个女人把我和另一个女孩调换。完了，我花了大把功德换回来的大富大贵人生，就这么被人换走了。那可不行！18年后，一个女生冲到我家说她才是我爸妈的女儿。我笑了，这是我的命，谁也抢不走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给阎王捏了足足800回腿之后，他才动了恻隐之心，给了我一次转世投胎的机遇，在阎王殿里挑来选去，拿几世的功德去换取我这一世的荣华富贵。我拿着那注定富贵圆满的命格，颇为自豪地对阎王讲，就这个了。正当我为这辈子能衣食无忧而暗自高兴的时候，我瞧见一个女人蹑手蹑脚地把我和另一个女娃娃给调换了。我猛地一惊，这哪能行呢？她走了之后，我使尽全身力气大哭，嗓子都哭得嘶哑了，这才引起护士的关注。护士小姐姐很轻柔地抱起我，小宝贝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呀？我依旧大哭，不是饿了的话，难道是尿了？我还是大哭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焦急得满头大汗，恨不能开口跟护士小姐姐讲话，不停地呼救，可嘴里只能发出哀鸣声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护士长走了进来。我记得这个孩子不是在这儿的呀。我停止了哭泣，朝着护士长大笑起来。我的这个举动把他们俩都给逗乐了，这孩子可真机灵啊。护士长仔细核对了新生儿的出生金数和时间，把我和那个女娃娃又换了回来。护士小姐姐被吓得冷汗直冒，幸好护士长您够机警，这么大的差错我可承担不起责任。护士长回头看向小护士，以后做事一定要更加细心，这可是秦氏集团的千金，要是报错了，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，这一辈子除了那天，我再也没有哭过，谁都无法夺走我的命运。跟着爸爸妈妈回到家中，望着那座大别墅，我满意的笑了。我是秦氏集团的千金，他们给我取名为秦里里。我还有个哥哥，是个宠妹狂魔，叫秦铮铮。这个哥哥可是我特意挑选的，因为前世我就是被哥哥给打死的。这辈子我特别渴望能有个疼爱我的哥哥。小时候已经上小学的哥哥，每天都会在幼儿园门口等我，怀里揣着我喜爱的烤红薯，胸口都被烫得泛红了。幼儿园有个小男孩掐了我一下，他就带着同班的男生把那小男孩打得奄奄一息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有女生托我给哥哥递情书和送小蛋糕，他把情书扔掉，小蛋糕却给了我。李李成了他每天挂在嘴边的话，每天在蜜罐里长大，我都快把刚出生时的那件事忘掉了。没料到在我18岁生日那天，那个女生竟然跑来认亲了。生日宴上宾客众多，是在我们家的5星级酒店举办的，管弦乐队在1楼演奏着优美的乐曲，客人们举杯欢庆，交错碰杯间，祝福我18岁生辰快乐。礼物堆积得如同圣诞树一般，都快堆到房顶了，有名表、豪车，还有人送了一整套海景别墅。当红明星来为我唱生日歌，这座城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，各大奢侈品品牌送来私人定制的礼品，无人机在天空中变换出我的人像和 Lily 生日快乐。就在我站在高处俯瞰下方宾客的时候，一个穿着格子衬衫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的女生推开门闯了进来，指着我大喊，我才是秦家的小公主，是她的亲生母亲把我们俩调换了，她秦李李就是个冒牌货。我手中的香槟高脚杯还没放下，众人一片惊愕。他说他叫李静熙。一场大型吃瓜戏码上演，我妈看向我爸，我爸紧张地摇头，还举起3根手指发誓。我发誓，那个女人我根本不认识，我就只有李李这一个宝贝女儿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戏精上身。爸爸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妈妈搂住我的肩膀，你放心，李李，我们肯定会把这件事弄明白的。没想到下一秒，李静熙拽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推进了7层的蛋糕塔里，黏腻的奶油把我私人定制的公主礼服弄脏了，宾客们纷纷发出唏嘘声。我狼狈地站起来，抬眼瞪着眼前这个极度的近乎疯狂的女人。爸妈把我拉起来，小心地给我擦拭脸上的蛋糕。我爸朝着李静熙发怒了，不管你是谁，在秦家的宴会上这样大闹，看来你的母亲根本没把你教好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李静熙似乎被我爸的威严给镇住了，上前抱住他的胳膊，爸爸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这个冒牌货就应该被扔出去，他代替我享受了18年的荣华富贵，凭什么他能有这么豪华的生日宴？他眼眶红红的，可怜巴巴地说道，今天
也是我的生日。从小到大，我一次生日都没过过。妈妈心疼地扶起狼狈的我，然后严厉地斥责道：先不说你毫无证据就跑来说2个孩子抱错了，就算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也不会认可你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我妈向来温柔，很少说重话的，看得出来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不过有点奇怪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秦铮铮呢？从今天早上就没看到她，以往这个时候她早就黏在我身边，夸赞她妹妹今天有多漂亮了。仔细想想，最近她也很少在我面前出现了。难道她知道李静熙的事？我爸给助理使了个眼色，助理接过话筒，继续主持宴会，而我们所有人则退到了后面的会议室。爸妈的眉头都皱成了川字。这18年过得太顺遂了，这一幕我可是等了好久了。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试图换掉我人生的人是谁，但我明白他肯定会现身的。正在思考的时候，秦铮铮推门进来了。爸妈，我们这么多年都宠错人了，李静熙才是我们的家人，她才是我的妹妹。哦吼，冲着宠妹狂魔这个设定选的哥哥竟然也会变卦，我都忘了他宠的是妹妹而不是我。现在李静熙成了他的妹妹，那我就成了那个多余的人了。呵，真有意思。李静熙坐在沙发上，完全没有了刚才那嚣张跋扈的样子，眼泪簌簌地掉落，哭得楚楚动人。估计他刚刚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迫不及待地跑来认亲，一点都不懂分寸。秦家教养的首要准则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秦家的声誉，在这个圈子里，颜面比任何事都重要。我妈开口问道：铮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人才是你妹妹？是的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看到她胳膊上的胎记了。小时候我去看过妹妹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想起来了，在被调换期间，爸爸带她进去看过，那时候她才不过5岁，她居然还记得。所以李李是被抱错的。爸妈一时间也没了主意。秦铮铮还在旁边怂恿，我不能让我的妹妹流落在外，她必须要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宠了我18年的哥哥说出来的话竟然如此冷酷。我爸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好好调查一下，在此期间，这位姑娘就先住在京郊的别墅里吧，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接回来。我最爱的老秦，还是他够仗义。秦铮铮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秦铮铮继续说道：不行，我不允许静熙住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也不方便照顾。这18年，她的日子过得特别苦，你们都没看到她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。我妈犹豫了一下，这位姑娘住进来也可以，咱们家又不是住不下，但是李李不能走，就算李李不是我亲生的孩子，我也养了她18年，我不能和她分开。秦铮铮说：妈，她顶替静熙享受了18年的优渥生活，现在应该回到她原本该生活的地方了。哥哥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宠溺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夺走他妹妹18年荣华富贵的始作俑者的愤怒。可这结果又不是我造成的，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。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小时候带着前世的记忆，我打小就成熟的不像个孩子，不但学业优异，办事稳重，情绪也极为稳定。他被爸爸责罚的时候，是我冲过去护着他的，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。正想反驳的时候，老秦抢在我之前开了口，他可以住进来，李李不能出去住。我不放心。最终，李静熙以养女的身份暂时住进了秦家。DNA 比对结果将在1个礼拜之后公布。我总觉得他眼熟，想了好久才想起在哪儿见过。新生报道第1天，我俩背着一模一样的 LV 限量款包，但那款全国仅有一个，就在我这儿。他怀里的包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，同行的同学还嘲讽他背假包呢。那时的他像个受气包似的，把包紧紧护在怀里，唯唯诺诺的模样和现在这个趾高气扬的他相差甚远。回到秦家后，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家，豪华程度超乎了他的想象。他拉了拉秦铮铮的衣袖：哥哥，我想住李李那间房。秦铮铮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也没征求我的意见，就直接带他上楼了。我妈握着我的手安慰我：李李，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女儿，我都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的。我反过来握住她的手：妈，您放心，您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有没有儿子可就难说了。秦铮铮带着李静熙进了我的卧室，他一下子就被卧室惊到了。我的房间里单是一个洗手间就比他家的大好几倍，衣帽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高定款服饰，一整面墙都是奢侈品包包、鞋子、首饰、项链，他在商场都没见过这么多。我站在房门口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看够了没？看够了就滚出去。
李静熙像小鸟依人般躲在秦铮铮身后。秦理理，你不是我妹妹，没资格住这间房。只要你识趣，楼下1楼的储物间可以给你住。要是你找不到工作，在我们家当个保姆伺候静熙也不是不行。我转念一想，这样也好，于是抱着枕头，可怜巴巴地走向储物间，回头看了一眼李静熙，那这间房就归你了，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大门关上的声音把他们的话隔绝在外。秦铮铮，这个笨蛋。第二天去上学，我特意穿得很朴素，白衬衫配牛仔裤。倒是李静熙从我的衣帽间找出了今年香奈儿的限定款，和秦铮铮一起坐着我家的豪车去学校，既高调又浅薄。路上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我的身世之谜在学校里传开了。如果我之前没有靠自己努力换回来，是不是也会像小说里的那些假千金一样茫然失措、自我怀疑呢？平时跟我玩得好的几个人都站到了李静熙那边。秦理理，想不到你还敢来上学呀！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或者赶紧回自己本来的家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说话的是平时跟着我，但跟我并不亲近的韩晴，她一直想融入我们，像个跟班似的给我们买这买那。可我闺蜜沈檀不喜欢她，我来不来上学用不着你们管。还有，你凭什么就认定她是真正的秦氏千金？韩晴轻蔑地笑了一声，连秦铮哥都亲口承认了静熙的身份，还能有假吗？李静熙有点得意，微微抬起下巴，还没等我说话，沈檀就抢在我前面说道：“你要是不知道有 DNA 这东西，就赶紧回去读书。早上没刷牙吗？嘴这么臭。”我心里乐开了花。我秦理理活了18年，还没遇到过这么有趣的事。似乎因为这次真假千金风波，能看清身边的人到底是怎样的。这游戏很有趣，有趣到我不想停止。沈檀拉着我的手离开。沈檀，你真的没怀疑过我的身份吗？他回头敲了我一下脑袋，别瞎说了，就算你不是秦理理，我们沈家也养得起你。我鼻子有点酸，还没等我抱住他，他就先开口了。不过李静熙最近不但和你哥走得近，就连你的未婚夫好像也和他走得很近。未婚夫？在阎王殿选命部的时候，我只看重家庭是否美满，是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有没有宠妹的哥哥，竟然把姻缘给忘了，以至于我每次做梦都想回忆起我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是谁，绞尽脑汁也只能模糊地记起命簿上有个白字。京城与我们家门当户对的只有白家，所以当我妈把白思恒介绍给我时，我马上就答应了。沈檀不说，我都快把这个人给忘了。白思恒比我大2岁，也是我们学校的，在他们那一届算是个风云人物，长得还算可以，我们几乎没什么接触。不过白家近几年越来越衰败，最近的一次合作还是看在和我有婚约的份上，老秦才帮了白家一把。就在我和沈檀在食堂打饭的时候，看到秦铮铮和白思恒一左一右坐在李静熙身边，不停地往他盘子里夹菜。沈檀看不下去，直接把果汁倒在李静熙头上，果汁从头浇下，在李静熙刺耳的尖叫声中，2个男生一起站了起来。沈檀，你干什么？秦铮铮，你忘了以前你是怎么宠理理的吗？现在妹妹换人了，就要这么对她吗？她不是我妹妹。秦铮铮的语气很坚决，我心底瞬间闪过一丝凉意。白思恒拿纸巾给李静熙擦脸，沈檀看不惯，直接把饭盒摔在他们面前。白思恒，你是理理的未婚夫，现在就急着献殷勤，是不是太早了点？白思恒看着沈檀，站起身来，和我订婚的是秦氏千金，现在真正的秦氏大小姐回来了，我的未婚妻自然是静熙。秦理理这个冒牌货，怎么配得上我？ DNA 结果还没出来，你就这么肯定？秦铮铮白了一眼沈檀，如果他秦理理只是个普通人，你还会和他做朋友吗？沈檀指着秦铮铮的鼻子，就算她是捡破烂家的女儿，也是我沈檀的好朋友。我在后面看着为我出头的沈檀，鼻子酸得难受。李静熙拉着秦铮铮的袖子，哥，你别因为我和理理起冲突，就算我是秦家的女儿，理理也是你妹妹啊。她那股绿茶腔调让我直翻白眼，我没有她这个妹妹。秦铮铮，你最好记住你这句话。沈檀看不惯李静熙那做作的样子，抬手就要打他，被秦铮铮拦住了。秦铮铮情急之下抬手要打沈檀，也被另一只大手握住了。沈檀回头叫了一声，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沈大哥声音低沉，语气冷峻又充满磁性，再让我知道你欺负我妹妹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沈大哥一把甩开秦铮铮的手，我抬头看他，眼里满是崇拜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哥哥。我对这种护妹狂魔毫无抵抗力，我用手捅了捅沈檀，你哥还缺妹妹吗？
完全不顾秦铮铮和白思恒在旁边大喊：秦理理！沈谭的这个哥哥，我只听他提起过，今天是第一次见。我只到他的肩膀高度，他完美的下颌轮廓很吸引我。他比沈谭大7岁，如今已经掌管沈氏集团，是个名副其实的霸道总裁。每天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，十足的工作狂。沈氏的财力和我们家在京城不相上下，两家有很多合作，平时都是老秦和他打交道比较多。别看他年纪轻轻就成为沈氏集团的掌权人，用沈谭的话说，就像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。这时，一个女人冲出来揪住李静熙的头发：小贱人，跟我回去！李静熙被他揪住，撞到旁边的垃圾车，剩菜剩饭全洒在我那件私人定制的衣服上，我有点心疼，那可是我最喜欢的套装。这个女人看起来很眼熟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正是那天想换掉我的那个女人，她比那时苍老了许多。她身上还穿着校工的衣服。李静熙用力挣脱她的手，秦铮铮把她护在身后。她就是我的女儿，你这个下贱的人怎么能和秦大小姐比？李静熙终于忍不住了，朝着那个女人大叫道：要不是你，我应该过得和秦理理一样，过着富足的生活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来这所学校当校工，不还是为了每天能看到她？女人似乎被戳中心思，扑上来就要撕扯李静熙，巴掌熟练地往她脸上抽。被秦铮铮和白思恒拦住后，李静熙的母亲理了理头发，看我的眼神有些躲躲闪闪。她越是这般表现，周围的人就越会觉得我就是被她调换的孩子。这也极大的让李静熙更加笃定自己秦氏大小姐的身份。李静熙的眼里仿佛有诉不尽的委屈，从小你连顿饱饭都不舍得给我吃，就忙着去上班，只为了秦理理能吃上你包的包子。秦理理的发夹被我捡到戴在头上，你就说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，还偷偷塞回他的书包。小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，最后我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一家人。我本应拥有疼爱我的哥哥，有我的生活，真心待我的父母，这一切都被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给毁了。白思恒心疼地将她护在怀里，别说了，静熙，等你真正回到秦家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脱口就说，他也得能回得去才行啊。秦铮铮的巴掌随即落下，打得我猝不及防，所有人都朝我这边看了过来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这种感觉很熟悉，好像上辈子我就是这么被打死的。真没想到，我精心挑选的哥哥竟然会对我动手。秦理理，你别太嚣张。我的心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，一只大手蒙住了我的眼睛，我感觉自己被裹进了一件温热的大衣里，然后被带着离开了。身后传来沈谭的声音，哥，你等等我，亲子鉴定结果将在3天后公布，到时候就会真相大白。这2天我没回秦家，而是住在沈家。沈谭看着我被打肿的脸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他哥哥不时进来给我们递毛巾和冰块，我试探着问，小谭，你哥哥还缺不缺妹妹呀？我不想让秦铮铮当我哥了。沈谭狡黠地笑了笑，妹妹她应该是不缺的，有我一个就够了。不过他好像缺个能管得住他的媳妇呢。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尴尬地笑了笑说，可我只是个校工的女儿啊，他不会介意吗？沈谭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你看他像是介意的样子吗？他以前从来都没来过我学校，今天却突然出现在这儿。我以前膝盖骨折，他都没飞回来陪我，现在你被打了一下，又是送毛巾又是送冰块的。我转过身小声说，可我只想要个哥哥。李静熙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发到了网上， DNA 结果还没公布，他就已经按捺不住了。他似乎太急于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太想给18年的委屈生活画上句号了。我感受到了同学们传来的阵阵恶意。他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身上挂满了名贵的首饰和包包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富有，甚至这2天都等不及了。他觉得自己大小姐的身份已经是板上钉钉，不容置疑了。沈谭看着他的样子，啐了一口，心机女。爸妈一直忧心忡忡的，知道秦铮铮打了我一巴掌后，把他关在房间里1天不许吃饭。他们似乎不敢面对结果，如果我真的是报错的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倒想看看秦铮铮知道 DNA 结果时的表情，肯定很精彩。很快就到了 DNA 结果公布的那天，我妈、我爸、秦铮铮带着李静熙还有白思恒都到了。李静熙的妈妈也坐在旁边，院长手里拿着文件，坐在会议桌的中间位置。我这边沈谭陪着我，他哥哥也一起来了。秦铮铮看着沈家兄妹，没好气地说，今天毕竟是我们的家务事，
你们沈家来不太合适吧？沈谭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闭上你的臭嘴。那白思恒都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思恒和我妹妹有婚约，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人，那我们也是李李的家人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欺负他？我们可不放心。老秦被吵得头疼。好了，都坐下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早上沈谭说要陪我一起看 DNA 结果，他哥哥就说要开车送我们，结果到了这儿就跟着我们一起上来了。原来霸道总裁也这么爱多管闲事。整个房间安静的可怕，每个人脸上都愁云密布，只有李静熙满脸得意，似乎过了今天他就能夺回原本属于他的真实身份了。院长拿出 DNA 化验报告，刚要开口，我站起来打断了他要说的话。我秦李李受的委屈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事先声明，如果我不是秦家的孩子，我不会赖在这儿，但如果我是秦家的孩子，我要秦家的全部继承权。秦铮铮盯着我，似乎胜券在握。如果你是我妹妹，我不仅把整个秦家都给你，我还给你当司机，我很满意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秦铮铮冷笑一声，如果你不是我妹妹，你就在我们秦家当仆人，伺候静熙，伺候我们秦家来赎罪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竟然这么恨我，就因为他的妹妹另有其人吗？这时一直坐在旁边的李静熙的母亲开了口，对不起，我承认我偷换了孩子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女儿受苦，一时被蒙蔽了双眼。李李，你是无辜的，别打这个赌，所有的报应我愿意自己承担，不要报复在我女儿身上，你本应拥有美好的人生，不该为我的错误买单。李静熙双手抱在胸前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原来你也会在乎女儿啊，18年了，我从未在你那里感受到母爱，被他抢走的18年人生，你们母女应该跪下来偿还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苦，偷换孩子就应该把你抓起来，你就该遭报应。院长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都坐下。现在由我来公布之前 DNA 样本的结果。首先我声明，本次化验结果全程由警察监督，具有法律效力，公证处的人员也可以一起作证。院长从档案袋里抽出文件，结果显示秦李李和秦天朗为 99.999999% 的父女关系，李静熙和秦天朗先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李静熙和李敏为 99.99999% 的母女关系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爸妈抱在一起喜极而泣，只有李静熙站起来，不敢相信，不可能，我就是被调换的，怎么可能不是秦家的女儿？秦李李，你肯定在背后搞了鬼。我靠在背后的椅背上，嘴角微微上扬。院长说了，这份报告具有法律效力，不是我能篡改的，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花钱再和你妈做一次。秦铮铮不敢置信地看着院长手里的报告，怎么会？我明明看到妹妹手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，你没有啊？你看到的那个女婴确实是小时候的李静熙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我拍了拍手，两个人从大门走了进来，正是当时的值班护士，为了找到他们，可费了我不少心思呢。18年的时光，似乎并没有在这两个人脸上留下太多痕迹。我抬手介绍，这是我们出生当天负责我们那个产房的护士，小护士已经成为护士长，当年的护士长也晋升为副院长了。两人说道，那天两个孩子确实被调换了，但是秦小姐一直在哭，我们印象很深刻。我们仔细核对了当天女婴的体重，发现这两个孩子放错了婴儿床，为了不出错，当天我们就把两个孩子换回来了。白思恒直接愣住了，瘫坐在靠背上，他和秦铮铮朝我走来，秦铮铮想伸手抓我的手，被我一下子甩开了。秦铮铮，希望你说话算数，秦氏是我的了。秦铮铮泪光闪闪，秦氏都归你，妹妹，我错了。白思恒站在我旁边，想要道歉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我直接对爸妈讲，爸妈，取消和白家的婚约吧，我可不想有这种见风使舵的未婚夫。要是你还想娶李静熙，那我可真佩服你。检验报告被李静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最后被他揉成一团。他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李静熙拉着白思恒的胳膊，思恒哥哥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你都忘了吗？白思恒猛地甩开李静熙的手，我要娶的是秦家大小姐，你一个校工的女儿也配？别痴心妄想了。李敏也呆立在原地，嘴里不停嘟囔着，我明明换了孩子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是李静熙呢？李静熙抬手就给了李敏一巴掌，你的女儿被你虐待了18年，哈哈哈哈，多可笑啊！你把18年的母爱给了一个和你毫无关系的人，而我，你的亲生女儿，又得到了什么呢？说完，
李静熙发疯似的冲了出去。李敏大喊着：“静熙！”他腿一软，差点跪下，不过还是趔趄着站起来追了出去。秦父秦母过来揽住我的肩膀：“好女儿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们亲生的。”白思恒还在我身边苦苦哀求：“李李，之前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”沈谭的哥哥直接打掉白思恒，抓着我的手，然后牵着我走到我爸妈面前：“秦叔叔，秦阿姨，我今天和沈谭过来就是想提亲的，不管李李是谁家的女儿，我都要娶她。”老秦眼睛发亮：“初白，你……”老秦激动得语无伦次，像捡到稀世珍宝一样，拉起沈初白的手，满意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回头看向沈谭：“你说你哥叫什么？”“沈初白呀，我没和你说过吗？”我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。难道那个白字不是白思恒的白，而是沈初白的白？沈谭挽着我的胳膊：“哟，这是要当我嫂子啦？我这个哥哥要么不吭声，一有动作就是大动作。”我感觉自己的脸烫得能煎鸡蛋了。小嫂子，我哥惦记你可好久了哦。可我只想让他当我哥哥。老秦取消了我和白思恒的婚约，白思恒被白父用藤条抽得断了好几根。不但取消婚约，连和白氏的合作也终止了。我和沈初白即将联姻的消息传遍了整座城市，两家的股价大幅上涨，强强联合。而秦铮铮似乎无法原谅自己，把自己关在储物间里，不肯出来。我很纳闷，沈初白好像很早之前就盯上我了。那天他来学校接我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靠在车上，那一刻我的心像小鹿乱撞，有些心动。我小步快跑着向他奔去，却被一个人拦住了。仔细一看是白思恒，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，警惕地看着他：“李李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所以秦家大小姐这个未婚妻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话，当初是不是不应该那么轻易地做出选择呢？只怪你运气不好，选错了人。我想离开，却又被他抓住。李李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原谅。男人的下跪从来不是觉醒和悔恨，而是威胁和道德绑架。沈初白走到我身边，搂住我的肩膀：“还没过年呢，没带压岁钱。”我斜着眼睛看他，骂得比我还狠。白氏要是不想在这个城市消失，最好别再来纠缠李李，别到最后秦家没攀上，又得罪了沈家。走到他的车旁，他捏着我的下巴吻了下来，那种触电般的感觉如同电流冲击着我的所有感官。他的吻很霸道，很热烈，仿佛要把我融入他的身体。就在我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沈初白松开了我，轻轻抚平我有些凌乱的碎发，回头看了一眼还跪在地上的白思恒，像个胜利者一样满意地看着白思恒狼狈而逃。“哥！”他捏着我的脸：“你再叫我一遍。”“哥！”“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？”他一下将我紧紧拥入怀中，揉着我的脑袋：“叫我初白。”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”我抬头问他，他看着我，眼神满是柔情：“从你第一次来沈家的时候，我就想等你18岁了，我就去你家提亲。没想到冒出一个白思恒，还好他是个混蛋。”男人笑得爽朗又肆意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谋划的。送我回到家时，秦铮铮站在门口，他脸色苍白，满脸胡茬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我装作没看到他，从他身边走过。“李李，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”我转过身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也许你不相信，你这个哥哥是我千挑万选，跪着求来的。秦铮铮眼中含泪：“李李，我错了，原谅哥哥好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可能没有兄妹的缘分了。在你为了李静熙打我那一巴掌的时候，我们的兄妹情就断了。那天之后，我就没再见过秦铮铮。爸妈说他去了城北的寺庙，为我诵经祈福。”我低着头，这个坏蛋，明明说好要给我当一辈子司机的，这个骗子！我继承了秦氏，成为秦氏最年轻的继承人。沈初白搂着我，那天是我20岁的生日，在豪华游轮上，在漫天烟花下，他单膝跪地向我求婚。沈谭在旁边哭得像个泪人。李静熙大喊着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匕首的寒光直刺向我，我吓得闭上了眼睛。一片黑影笼罩过来，那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秦铮铮的胸膛。李静熙被保安制住，李敏也冲了出来，他跪在李静熙面前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这都是你的命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认命呢？”李静熙狂笑起来：“我才是秦氏的大小姐呀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那些衣服、包包、地位、金钱都应该是我的才对啊，
我看着怀里的秦铮铮，鲜红的液体从匕首处流淌出来，染红了他的佛珠。他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李李，哥哥终于保护你一次了。秦铮铮，你别死，上辈子你死在我手里，这辈子我还了。我浑身颤抖地呆立在原地，他竟然全都想起来了。下辈子别再做我哥哥了，好吗？下辈子我们做陌生人，好吗？那天星光灿烂，天上又多了一颗星。